各位，我今天使用我这个机械革命笔记本，就是有独立显卡的这么一个配置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想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各位。是笔记本连接键盘、鼠标、显示器外设的情况下碰到的。我昨天用它来剪辑视频的时候，或者说工作的时候，发现就这台笔记本性能还不错，就是它在性能拉到很高之后，它后面就风扇就不转了，就是我不外接任何显示器、鼠标、键盘的情况下，因为它只需要你这样单独的工作就好了。今天我这个外设了屏幕之类的我就发现它这个风扇一直在狂转一直在狂转。那我就在想，难道说它同时要供应2个屏幕，内部还在有些工作吗？我就问了一些 AI， 就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就是在外设显示器，尤其是外设显示器的情况下，你一定会碰到这个情况。我希望你有耐心的给它看完。我现在直接上干货。你现在一般你插了这个 HDMI 线呢，你的屏幕一定会显示的。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设置一些东西。首先右下角右键电源选项我们一定要设置一下这个选择关闭笔记本的盖子的时候你不采取任何操作。这2个上面休眠你就不用管它，就关盖子的时候不采取任何操作。这里一定要给它更改过来，它默认的是休眠的，给它改成这样子。然后你这边关闭盖子的时候，它就单独用这个屏幕了嘛，你只要盖子关上，不是它就盖子关上，它就单独用你的显示器外接的这个状态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去检查一下，有观众知道我这英伟达显卡驱动里面，你外接设备的时候，它居然给你默认的这里显卡驱动给你改过来了，我也是右键偶然间发现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改一下驱动的这个设置，就之前的这个管理 3D 设置，你这里还要再改一下你看一下它系统有没有给你默认更改为比如说这个极显的这个模式你这里要改一下。然后程序设置当中也要再检查一下，也要使用这个全局这也算之前的一个彩蛋吧。你自己电脑上装了什么程序，自己这里面反正都打个勾，只显示这个计算机上找到的程序，也就意思你的显卡驱动再检查一下它用的什么模式然后应用右下角改一下就好了。第3个，我们还要再检查一下，就2台显示器它有这种刷新率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刷新率是60赫兹，我这个24寸的这个外带的一个显示器是最高支持75赫兹。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调度它的显示设置，再设置一下显示设置，需要最好是2台屏幕，就是你笔记本自带的显示器屏幕刷新率以及外设的这个显示器刷新率最好是一致的因为我下午把它调到75赫兹，这个只原的60赫兹，所以它一直在那里工作。因为你是75赫兹外设显示器的时候，它一直走的那1060那个独立显卡那个状态，它不走核显工作的。我这里临时解释一下它的原理。但是你像我昨天我没有外接显示器的情况下，它非常轻松，它就好比就是说它躺在沙发上工作一样，这个显示器我能感觉得出来的。你看现在它风扇也不转了这个我给它调好了。你不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它走那个 CPU 自带的一个核显输入过来工作的，然后再输入到独立显卡，它轻松死了。你现在一外设它同时供应2个屏幕，刷新率又不一样，所以你这里最好给它刷一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笔记本不是默认的放大125吗？那你外接显示器的这里要给它改到100%，我给它改一下你这样看着是不是舒服多了这个外接的是100%，这笔记本反正一般默认的都125%。我们更改好了。然后这里你这个我想用另外一个，你这个时候就这样Win+P Win+P 这个应该是调出来，你看看我现在是复制的状态或者你找这里也行，就多显示的一个东西，你Win+P也能调出来。就是现在就调你的显示器的什么状态
我现在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仅第2屏，因为我下午用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复制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复制我这个笔记本自带的一个显示器的一个状态。我现在应该改成仅第2屏，我们改一下。好了，就现在的状态下，就是我外接显示器，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然后这边就正常了。你这样外设的话，就一定要这么设置3套步骤。右下角这个关闭盖子的设置选择一下，然后桌面右键的这个驱动去检查一下这独立显卡的驱动。第3个就一定要仅第2屏，就你最好让它轻松的一个状态下，不要让它承担2个显示器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个，然后我现在再改回来所以我说我讲的人、分享的人需要有些耐心，你听的人呢，就你愿意听下来，也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干的一个干货。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个屏幕刷新率一致性的问题吗？我现在再按 Win+P 把这个屏幕再调出来。第一个仅电脑屏幕的话，就是仅你这个笔记本上面自带的这个屏幕。我们现在再回到一个复制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样你才能把笔记本自带的屏幕跟你外设的屏幕同时给它调度出来嘛。这个时候我们去更改它的这个高级显示设置。这上面就有这个第一个内部显示器。我这是本来是144赫兹的，然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只有60赫兹的一个刷新率，它这里就59.9约等于60吧。第一个是你这个笔记本自带的一个显示器的刷新率就60。然后现在我们显示第2个，就这个 KA5 是我外设的这24寸的笔记本的显示器。你调的时候，我前面是我给大家试验一下，我改的是75的。你看是吧？我下午都是这个75赫兹在用，所以就不要保留了，就给它恢复好了。我就意思你如果不是仅第2屏的情况下，你2个屏幕，我知道有些人屏幕是同时显示的嘛，有些哥们儿搞的那种电竞宅男或者怎么样炒股同时屏幕一起显示的。你这里最好哪怕你是性能本或者电竞本，你最好就屏幕笔记本自带的显示器以及你外设的显示器，你下面的刷新率最好是一致的。这是我分享的核心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2块屏幕同时它要干的情况下，你不然的话从寿命上来讲，还是从性能上来讲，你让它一直保持一个高压力的一个状态。现在 CPU 是最好你不要给它压力，它本身就容易发热好了，然后就这样子吧，我最后再调到应该正确的一个状态，就是仅第2屏的一个状态。想调的话，到时候再调回来你外设的时候需要给它少一点的压力嘛。这也算我们之前就是分享了虚拟内存。独立显卡驱动的设置，还有这个网卡的设置，还有其他东西的设置的一个后续的就笔记本外设的状态下，我们的一个彩蛋嘛，也算我今天碰到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时候60赫兹给它改过来，我一调仅第2屏的话，它马上又会提示怎么着的你这个时候用它的话，还有最后一个彩蛋，我会这个跟大家仅在第2个显示就可以了。这个状态下用它，它就是大概率风扇就转得很小很小。这个图形设置里面我不给大家演示了，或者我打开给大家演示也行。因为每个人用的 APP 不一样，你图形设置当中这个硬件加速，还有最下面这个桌面应用这个，你要点浏览去设置一下你这个 APP 的一个独立显卡去驱动它的一个高性能状态，你自己打开好了，因为我自己的 APP 不太方便给大家演示。好了，就是这样子。总结3句话吧。就你外设显示器想使用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最好是不要给它太多的压力，否则它风扇会默认的一直在那里转。有些哥们儿呢，可能用了很多年笔记本也没有理解。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你就不要让它高负荷的一个工作。你需要设置一下它的右下角电源选项的一个盖子，不让它操作任何东西。我再给你演示一下。这里选择之后不采取任何措施之后，这第一步。第2个，检查一下英伟达驱动你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默认的给你改成这个极显的状态你自己再改的高性能
以及程序驱动程序设置这边也最好使用这个全局设置的高性能这个英伟达独立显卡驱动状态。第3步就是你这个Win+P 或者你自己右键显示设置当中这个屏幕就是尽量是只用这个外接显示器的状态下用它。如果你2块屏都要用的话，你是复制这些显示器然后再去让它的刷新率屏幕刷新率保持一致，是这样子的你简单参考一下好了。今天的小经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拜拜。